今日头条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，我是耳科赵医生。今天呢不是咱们正常的视频更新日期啊，今天是周日，这个是实际当天做当天传的啊，跟这个周四的那个不一样啊。因为周四停诊了一次嘛，所以当时用了一个以前放过的啊。今天呢上午就从昆明回来了，下午有点时间，再补一期吧。周末咱们有的时候临时会加一点这个小干片啊，小干片，这个是剩下没有放的。这种鼓膜上的这种干片呢，包括歪耳道啊，很多朋友特别喜欢，有的这个就好这口，好这种手撕小干片啊，觉得很过瘾。有的朋友就喜欢看这个单指流血星星的啊，还有喜欢看这个牛肉干啊什么的硬菜的，这个各有所好吧。像这种操作呢，危险非常的高啊。因为在鼓膜上嘛，大家可以想想，现在家里好像很少有窗户纸了，原来老的这种老房子会有啊，在这张纸上一张窗户纸啊，它还不是说你放在桌上一张纸，就是真是糊在窗户上一张纸啊，你在上面挑这个东西。窗户纸还好点，窗户纸是死的，这个人是活的啊。操作过程当中呢，它打个替喷也好，它疼躲一下也好啊，这个都是很容易损伤。当然最稳妥的呢，你就是点药冲洗啊，这个就需要消耗时间比较长，药水有的时候一时半会儿你还泡不透啊，冲洗的话，有的人冲也不舒服，还个别有冲洗的时候头晕的也有。那么如果配合的好，成年人直接拿钩针把它挑下来。操作过程当中呢，双方要沟通好啊，这个沟通好。大概我有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啊。因为刚开始的话，操作一定要小心。这种干片呢，弄完了以后局部还要用一些抗真菌的药啊，因为我一般考虑这种干片多数是跟真菌的感染有关啊。它有点像这个脚气啊，那个皮肤上脱落的死皮，跟那个性质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。虽然我手里缺乏这相应的这个叫什么病理啊，较真的话，你应该把这个，比方说这个脚气啊或者什么脱落的这个上皮做病理，包括这个也做病理啊，可以看到两侧在显微镜下的结构，那个是一个最明确的啊。这是医学方面角度，我只是说从我的个人经验啊，他那也不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感觉啊。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叫什么，自己的耳屎特别多啊，一方面，第二个呢，像在鼓膜表面这种真菌壳，它会有点闷的感觉，总感觉就像耳朵里不透亮啊。很多人给我描述的这个不通透啊，就像眼睛上总是雾了一层，就这类似这种。在没有耳内镜的时期啊，原来最早我还不太会使用耳内镜，大概5、6年以前吧。5、6年以前那会儿，耳内镜操作还不熟练，那个时候那就只能说是点药啊，把这个泡成这种稀汤啊，因为肉眼不大可能，我反正是做不到啊。当然不好说有没有个别高人用肉眼做这个操作，反正我肯定是不行，我眼神没那么好，这个肉眼的分辨率有限啊。因为这个耳内镜呢，不光是精细，第二个呢，配合这个高清的显示屏，这个图像能放大很多啊，类似于一种显微操作手术。来我门诊切实体验啊，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好了。切实体验的朋友能够感觉到啊，在这种高清屏下的这种操作是非常的舒适啊，操作的人他看得很舒服，这样子就降低了这个操作的这个风险啊。当然也有这个外耳道这个地方非常的娇嫩，上一期就是这个放的其中不是有2粒啊，这个硬块在操作过程当中不出血了吗？
这种用耳内镜直接操作完的话，直接拿下来会很快。你看1-2分钟、2-3分钟啊，把拿下来以后，当时这个闷毒感就很容易就能减轻。后续得用药啊，后续得用药，这咱们说的这裱花放过好多次了，我就不每次都展示了，因为在耳内镜下可以很精准的把这个软膏打在这个所需要的区域啊，远远比这个自己涂棉签啊或者是什么要好很多啊。周末我们耳科啊，中国的耳科医生开年会，在这个昆明啊，昆明开这个年会，听取大家的这个各个同行的一年的这个工作总结也好啊，展示也好，各方面的。其实我们耳科医生的工作范围是很广的，远远比大家想的要多啊，不是这个单纯的弄耳朵。我在发这个头条的时候，很多朋友就说这个，是吗？你们聚一块就讨论怎么掏耳朵，怎么可能呢？你像外耳道这个操作，在耳科里是最为基础啊。我们一般讨论比较多的都是一些中耳或者是内耳疾病，包括一些侧颅底疾病啊。我看我们这次会议呢，只有几个是小课题是在讲外耳道单支瘤，而且讲的都是破坏很重的啊，都是这些突破到中耳。之前我有时候放过啊，这个突破有破坏把颈静脉球显露的那种类型的单支瘤，才有资格上去讲一讲、提一句啊。像这种丁宁啊、真菌啊，在专业会议上都不会有医生去提，因为太过于简单啊。当然适合于咱们普通的这个非医疗人群啊，咱们看着解个闷儿。另外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耳科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啊，不是说耳朵里掉出来东西就是耳屎啊，就像这种啊。很多人就经常会有人朋友说耳屎特别多是什么情况啊？所以这就得看啊，有的时候只是一些丁宁的碎末啊、碎渣子，那个是正常新陈代谢啊，那个没事。你像这种啊，明显就是里边有白毛啊。这个刚才缝隙里已经看见啊，白色的真菌里边一层一层的，这种就肯定不是说什么普通的耳屎了。这个清理掉就必须要用抗真菌的药，否则的话它会不断的涌，单靠清理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啊。就很多人特别爽看这个，我也理解不了为什么。这个当时操作有点问题啊，应该用钩针把这个一点点先调好了，最后拿夹子夹啊。可能是不是当时这个钩针不在手边啊，还是偷懒啊？因为这个是之前的啊，这个不是说是这1-2天之内的视频，我有点记不住当时的这种操作了。耳内镜呢，能够咱们中国啊，能够做这种熟练耳内镜操作的医生啊，不少，挺多的啊，但我不太了解。但是我说的不少呢，是在我接触的这个范围之内啊。一旦把这个东西投到全国去啊，大家就会觉得那个比例就很少了。因为咱们中国的基数实在太大了，因为总共耳鼻喉科医生才3万多人吧，搞耳科的，然后又擅长使用耳内镜的，跟这个人群相比，那就显得非常少了。小夹子，一点点把这个撕下来啊。这一部分也是在鼓膜，这个真菌有的时候就比较酥啊，比较酥脆啊。好，撕下来啊，后续再打药就行了。真菌的这毛上的。
下周呢正常出诊啊，周一的下午还有周四的全天。另外呢，有一些买了这个简易眼内镜啊，简易眼内镜的朋友拍了照片以后，不知道怎么处理啊，不知道或者是怎么是个什么情况，有时候确实也不太会看，上面有钙化呀，有穿孔啊，外耳道里有一些东西啊。那么每周日在这个有一个群啊，有个群，大家可以看这个上面提供的这个链接上会显示啊，有一个群，上面会答复啊，会有1个小时的时间。好，今天的操作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下周再见。